好的，那这是我们的第8堂课，是我们第8次见面。那大家好，我是 VogiCity 梦雷。那我们这堂课要讲的是角色体型设计、骨架、肌肉与角色辨识度。那大家在设计角色时，最先注意的通常是脸啊、发型啊、服装啊，就像我们之前第5堂课讲到角色设计的时候一样嘛。就是脸呢是让读者去辨别一个角色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部分，非常重要的部位。那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要注意每个角色的性格，还有每个角色呢他在故事中的定位去设计它嘛。那但除此之外呢，角色真正的辨识度也不只是来自于五官，那整体身形给人的感觉也是很重要的。那有些角色即使只剩下黑色的剪影，你还是能够一眼认得出来。那因为它的骨架、肌肉量、体型、姿势以及轮廓，都会影响到它的角色气质。那所以今天这堂课我们会从角色体型出发，在第5课角色设计的基础上，更理解如何让角色更有辨识度。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上面放的这张图，左右2个角色呢就有非常明显的体型差嘛，所以即使今天我把他们的五官遮住，我把他们的头发拿掉，你也可以分辨得出他们是2个角色。那你也可以从他们的体型跟他们的动作，去可能大致猜得到这2个角色他们是怎么样的，怎么样的定位，怎么样的氛围的角色。好，那来讲一下这个男性与女性的身形差异。那男性与女性角色呢，他们最明显的差异其实就是骨架。那一般来说，男性的肩膀比较宽一点，骨架也比较大，那线条偏直，那胸部的部分大于骨盆，这边是指这个骨头的宽度，骨架的宽度。那女性呢，则是骨架较窄，那曲线感比较多，那线条也比较柔和，然后这个骨盆呢是大于等于胸部的，是反过来的。那我们这边大概画一下，就是骨架给人的感觉是怎样的。男性，那男性的话呢，今天他身体可能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他的肩膀是比较宽的，然后线条比较平直嘛，可以看到这个线条是比较平直的，然后进到这个腰，可能是这样子的感觉的。哎，那女生呢，则是这样子的。你可以看到女生呢，我这边打的骨架就会是这样子弯进去的，是曲线。然后它的这个胸部呢，可能跟骨盆是差不多大的，那所以这个骨盆呢，大概画这样子，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骨盆，而且是比较柔软的线条。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男生跟女生呢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嘛。那首先呢，肩膀男生的比较宽，对吧？那就是依照他们的头的大小。那骨架呢，男性呢也是整体来讲比较大，占比的面积比较大嘛，女生就足足缺了这2块嘛。那男性的线条也是比较偏直的，那女性呢则是像这样子，就是比较柔和的。那这边呢是胸部的部分，胸部是这么宽嘛，那骨盆呢是这样子，胸部大于骨盆。那女性呢则是反过来的，可能是胸部等于骨盆，那或者是胸部这边可能再小一点，那骨盆可能再大一点，就是那种水梨型的体型也是有可能的。那
但漫画呢，其实不需要做到完全写实，那更重要的是让读者一眼能够感受到差异。那所以这个男性跟女性的骨架，我光是画这个样子，其实就已经能看得出他们的差别了嘛。那现在跳到这一章是已经帮他们上好这个肉了，把他们的肉都贴上去了，他们已经是有肌肉的人了。那再来进行一个比较。那男性的体型呢，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倒三角形。你可以看到，是这样子的，可以看到是个倒三角形。为什么这个没有？可以倒三角形，你可以看到是一个倒三角形。然后，他们的肩膀呢是比较宽的，他们的肩膀呢是比较宽的。那比起他们的这个臀部，你看臀部是比较窄的，就是肩膀呢是宽于臀部的。那而女生呢则是相反，女生呢是正三角形。假设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可以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正三角形。那肩膀呢比较窄，肩膀是比较窄的。比起男性，你可以看到男性的肩膀比较宽，那女性的肩膀比较窄。那可能呢是，你看女生的话，可能是1:1，就2颗头。那男生的话呢，则是可能到3颗头左右。那肩膀呢，就身体的体型来讲是比较，男生比较宽，女生比较窄。那肩膀窄，那臀部呢，则是比较丰满的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肩膀跟臀部呢是没有差多少的，有时候臀部呢可能还会比这个肩膀还要再宽。那这就每个人画风还有每个角色的体型不同。那比方说偏欧美的画风，可能臀部就会再更明显一点。那或者是你本来就要想要表示这个角色呢是比较成熟，有熟女魅力的之类的感觉，或者是她是大妈之类的，那这可能屁股呢就会比较大。那这个我现在画的这个体型是比较偏纤瘦的。那而在轮廓上呢，男生的转折角度是比较硬的，而且变化相对比较少。你可以看到这边体型是这样，这样就是比较硬的嘛。那包括腿呢也是这个感觉。那但是女生的轮廓呢是比较柔软的，那而且转折部分也比较多。你可以看到女生呢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，而且腿部呢也是，就是你可以看到都是比较柔软的。那转折的位置呢也比较多，尤其是腰部这个地方，两个比起来呢，腰部是最明显的。那男生呈现的肌肉量呢也会比较多，比较明显。那线条也相对比较硬，应该说画他们的线条是比较硬的。那毕竟他们的转折呢是比较不明显的，那所以他们的线条是比较硬、比较直的。那会侧重于就是一些比较明显的肌肉，像是这一块啦，或者是这一块。那女生呢，则是因为比较多脂肪，就是女生呢是在这个科学上来讲，就是身体呢是脂肪量是比较高的。那因为脂肪的关系，所以身体的这个曲线变化会多一点。那在腰部、腿部的轮廓上面呢，也会更加的明显。那你可以看到男生呢，可能这个从上面到下面都差不多，但是女生呢，你可以看到从这边到这边是这个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。那当然呢，在更有肉一点的角色，更肉感一点的角色，那它可能变化会再更明显一点。那所以女性呢是比较柔软的，那因为脂肪的关系，所以她的肌肉表达是被弱化的。那男性呢，则是他的肌肉呢是比较明显的，那是被强化的这样子。那另外呢，在绘图的过程呢，你也可以注意，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肩宽，还有脖子的宽度也是。那你可以看到女生的脖子是比较细的，那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那男生的脖子是比较粗的，他们几乎呢跟脸颊一样宽了，有看到吗？
嗯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肌肉的简化的部分。那